嘿嘿，鞋儿破，帽儿破，身上的袈裟破。你笑我，他笑我，一把扇儿破。南宋初年2月初2，济公活佛来自天台，浩荡不羁19相伴，嬉笑怒骂，敌势未开破。鞋那一破，马破绽，扬善除恶，百姓拥戴。佛在心中，天地为怀，佛法无边，普照沧海。无牵无挂呀，无忧愁，无是无非呀，度春秋。蓝马鞋踏平川，旧衣裳赛绸缎。也会唱，也会歌，也会刚，也会柔。快快乐乐笑王后，快快乐乐笑王后。谁把明月挂枝头？谁让春风吹不休？是谁让阳光在人间走？是谁让爱常在心中流？佛在胸中起高楼，滔滔江水入河流。观自在，看深情的自由，遍体鲜花绽放在心头。善哉善哉。哎呀，道济师傅，来，喝一杯，喝一杯啊！哎呀，过几天呢，本官的夫人呐就要过生日了，过生日呢就得大办酒席，可是这得花一大笔银子啊！不用担心，主人，你是知府大人吗？你夫人过生日，那一定有很多人抢着送红包，你还怕抵不了开销吗？这次啊，本官与家父团聚，小师傅是功不可没。家父喜好清静，本官想在西溪附近呢，给这个老爹呢，造一所养老的居所。孝心可嘉，孝心可嘉。银子，银子。你朱大人还缺银子吗？看你说的。还有，我告诉你啊，朱大人，如果你用别人的钱给你老爸造房子，那这个孝心会大打折扣的。哎呀，其实呢，这官府啊需要的花费也很多比如说那个衙门大堂常年失修，如果损坏，有失官府的威严。再比如那科考的贡院房顶漏水，再比如衙门的……你说这些都是你衙门的事儿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那需要银子，你需要那一大笔白花花的银子。我知道他需要银子，我知道他需要一大笔白花花的银子，可还是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明知故问。明知故问，哎呀，好幽默的明知故问呐！我吃饱了，谢谢啊。站住！哎呀，小师傅啊，看你吃的满嘴流油啊！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啊！哎呀，小师傅啊，是不是还有一笔银子没有分呢？就是那银子的4/10，4/10的银子还没有分呢。知道了，你说的是雷峰塔那棵老松树下的那瓮银子，对不对？正是正是。哎呀，朱大人，你怎么还惦记着呢？哎呀，那是自然的嘛。
你不是问我如何处理、如何分配这个银子的吗？至少出出主意。那好，我就给你来个秉公裁决。你想本官受人之托、忠人之事，怎么能忘记呢？况且那一瓮无主的银子，本应该是充公的。还有一口酒。酒不能浪费啊。哎呀，小师傅，你看看，你看，不用。朱大人，刚才你给我说那个事儿，其实咱们现在可以不用谈了，没必要谈了啊。慢着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因为老松树上忽然掉下一颗松果，正好砸在贫僧的头上，把我从梦中惊醒。真的对不住，真的。在梦里，我真的想请朱大人帮我想想如何分配这些银子，但现在梦醒了，银子没了，分配银子的事儿也自然没了。你欺骗本官！哎呦，朱大人，你怎么了啊？哎呦，你拿这个当诱饵骗吃骗。哎呀，朱大人，不要生气，别气坏了身体啊！这不怪我呀，要怪就怪你不该吞下这个诱饵啊！好了啊，不说了啊，不哭了啊！贫僧还真的多谢你的酒肉招待啊，告辞了。慢！皇上要见你。皇上要见我？皇上让我告诉你，第一，明天一早一定要走在鸡前头进宫；第二，既要走路又不能走路；第三，既要送礼又不能送礼。你给我滚！你这疯和尚，你等着明天死去吧你！他到底什么意思啊？要赶在鸡的前面进宫，既不能走路，又不能不走，还既要送礼，又不能不送礼。我明白了，他是让我去死。好啊，明天我就死给他看。田姑娘，走这么急，有什么事儿啊？你倒挺悠闲的。田姑娘有什么事儿你就说，说不定我黄某还能帮上忙呢。我找我修缘哥，你帮得了吗？哼，就那和尚呀，刚才我还看着他来着呢。他现在在哪儿？田姑娘找他有什么急事儿啊？当然有急事了。我找他是为了告诉他，黄月被关在丞相府私设的大牢里，而且已经被秦公子看上了，我得让他赶紧救他呀。你帮得上忙吗？难道你就不怕相爷府吃人的衙门？难道你就不怕得罪秦家？难道你敢救你妹妹吗？哼！你枉为血性男儿，你枉为黄月他哥！我，哼！呀！老大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啊？老大。船上啊，我这驴脾气可不大好啊，它饿了就爱踢人，尤其看见这个膘肥马大的，它更爱踢了。他敢？我就不信一头瘦驴敢踢我的肥马。爷，这可使不得性子，要真把你的马给踢坏了，那可不是件小事啊。这样。我呢，我把我这驴牵到那边，我让着你啊！别走！新鲜啊！爷，我今儿倒想看看你这驴怎么踢我的马。对呀，你让他踢呀！你让他踢呀！踢一个给我看看！你这不是较劲儿吗？你踢呀！哎呀！你怎么真踢呀？你看，马流血了！哎呀，你这个臭！你别走，别走！别！
求你了，求你了！我的马，你看看，乡下人进城，驴敢踢马，赔小贩上反了你了！赔！要是不赔啊，今儿走不了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看看这什么马啊？这是一匹宝马。就是，这不怪我，我跟你说过呀。你还敢说不怪你？你的驴踢了我的马，这能跟你没关系吗？啊！赔钱！我是穷人，我没有钱呐。没钱，扔湖里去！对，把他们一家都给我扔湖里去！走！哎，把人扔到湖里不是好玩的事儿哦。好啊，又是你这个和尚，你毁我雷公渡的旧账还没算完呢。哎，石施主，你说错了。雷公渡废渡为桥是一件好事儿，百姓都很开心，你也应该开心才对啊。少给我狡辩，那笔账过后再算。怎么着？今天这事儿你还想搅局啊？我这不叫搅局，放开。你这，我这叫打抱不平。老先生，我告诉你啊，天不会塌下来，地不会陷下去。来，站好了。男人做事儿，只要不理亏，就什么也不用怕。和尚，你想替他壮胆儿？你又要管闲事儿？谁让贫僧天生就爱管闲事儿呢？不，谢谢大师好意，这祸是我惹的，我不能把你出家人牵涉进来。哎，我就没见过你这样的人啊！人家把你欺负成这样，我要帮你，你还不让我帮？怎么着？你不相信我，还是瞧不起我啊？不，我们乡下人只有人家瞧不起我们，哪有我们瞧不起人家？哎，不要说这个，来，老先生，告诉我刚才发生什么事儿了？这事儿呀，说起来惭愧，我们乡下呀，那闹蝗灾，官府也不管呐。这蝗虫是越闹越厉害，明年不就成了灾年了吗？这不带着一家老小到这临安城里边逃难来了。谁想呢？你说我这头驴，哎呦，他给我闯下这么大的祸来了。哎，这就是你不对了，老先生。你说你的驴干嘛没事踢人家马呀？而且踢的是人家的坐骑。这事儿不能完全怪我呀。我当时拴这头驴的时候，我跟这位爷他也说了，我说我的驴呀，他脾气大呀，他一饿了他就踢人，一看见膘肥马大，他就更爱踢了。这位爷呢？你还有理了你？哎不，我有没有说过这句话？没说，谁听见了？没听见，真的没说吗？没说。那就是你的不对了。告诉你老先生，这件事是你的不对，你怎么说都是你的不对。你在这儿说是你的不对，你到了衙门说还是你的不对。你去过衙门没有？没有吧？没有。衙门很威风的，到了衙门你更说不出话来了。你们哎，他说不出话来了，没话说怎么办啊？私了吧。你看啊，你把人家宝马给踢了，很贵的。不，你们是一个鼻孔出气儿，和尚，你给他们一伙的。你才知道。这，老虎堆里蹦出只猫来，谁跟他是一伙？那我知道你意思了，他要带你去见官，见了官你就死定了，是不是啊，小石？对，我去。这事不用你提醒，也用不着你费心。我是好意嘛。现在就带你去见官。对，到了官府让你知道衙门的厉害。对，走，快点，走。不要见官，走。快走啊！哦，见官喽，见官去喽！升堂。都给我从实招来，到底都发生了什么事啊？原告，你先说。大人，这个穷鬼竟然纵容他那破驴踢伤了我的马呀！被告，你是不是有这么回事啊？哎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哎，原告，你有什么具体要求啊？大人，一是让他跟我道歉，二是照价赔偿。我的马呀，可是千里挑一的好马呀！被告，你听明白了吗？你有什么答辩，你就赶紧说来。哎，老先生，心里有什么委屈就赶紧说出来，不要憋着啊。那你就是没有什么话可说了吧？朱大人，他好像是一个哑巴。胡说，他根本不是哑巴。大人，你可千万不能听那和尚胡搅蛮缠呐！
要这么说，那你是承认原告所说的一切？那既然已经供认不讳，本老爷正式宣判：第一，被告赔偿原告白银500两。朱大人，朱大人。作为被告的旁证，我有一个问题想问朱大人：如果被告没有这么多钱赔偿原告，那怎么办？那就拆房卖地作为抵债。如果他也没有房子呢？没房怎么办？卖身为奴那就卖身为奴啊！第二，被告向原告当堂道歉。朱大人，你看啊，被告是一个哑巴，他怎么能当堂道歉呢？他不是哑巴，就是他怎么不是哑巴呀？他说不出话，你们都看见了，他什么也说不出来。他说过什么了吗？他当然不是哑巴了。就是哑巴，他真的是哑巴。哎呀，你说他是哑巴，他说他不是哑巴，到底是不是哑巴？你们何以为证啊？他就是哑巴。大人，石某可亲耳听到过他说话呀。你听见过他说话吗？当然了。有吗？他说什么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他说我那头驴脾气不好，这个饿了就爱踢人，见到那膘肥体壮的更是要踢。我说他敢，我就不信他这头驴还敢踢我那肥马。他说：“哎呀爷呀，这可不能由着性子来呀！哎呀，踢伤了你的马可不是闹着玩的。我呢现在就让着你，我把驴拴到别的地方，让你看着。你听听，你听听，这个都是他说的，这个都是我亲耳听见的，怎么是哑巴了呢？”朱大人，他确实这么说过，贫僧有印象。对，他是这么说的。那接着呢？石施主，接着你又是怎么说的？我说不行，本大爷倒要看看他那头瘦驴怎么踢我的肥马，我看他如何踢我的肥马。本大爷，你真诚实。好了，老先生，来说句话试试，他刚才是这么说的吗？他是这么说的。好了，朱大人。朱大人，这个案子就是这么回事儿。朱大人刚才也听见了，贫僧觉得朱大人现在可以把惊堂木这么一拍，大喊一声退堂，解决了。我就不宣布退堂。你不要忘记，贫僧明日一早将进宫面见皇上。如果贫僧将这件案子请皇上审断，那朱大人认为如何？不要说了，不要说了。道济师傅啊，我送您出去。老人家，没事了，谢谢了。慢走，慢走。朱大人，他反了。哎呀，这个反什么反？你们懂什么？大人，退堂，把他们轰出去。轰出去！大人，我不对。黄姑娘，谁？什么人？谁？黄姑娘，黄月，来人呐！有人跑了，黄月跑了！哎，在哪呢？哎，抓住他！抓住他！快跑！快跑啊！快跑！给我抓住他！快，别伤着他，千万别伤着他！快！王八蛋，别动！是你？我说谁有这么大的胆子？哎呀！看我不收拾你！带走！
哎，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给我杀！别怕，有我呢。哎呦！大仙翁，快点助咱们相爷府一臂之力，赶紧抓住那2个女的。如果抓住了，咱们家少爷一定会重重有赏。怎么办呢？动不了了。大师啊，你就只有这么点能耐啊！你快点把他俩给我抓住啊！大师，大师，大！快走，快走！动了！还不给我去追！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站！还想跑？哎呀，跑不了了吧？哎呀，公子，哎呦，公子，公子，公子，妈的，累死我了！看你们的腿脚快，还是我的腿脚快？快，给我抓住！走！我要活的！抓住他们，要活的！站住！站住！别跑！别跑！姑娘这回跑不了了吧？这回可是插翅难逃了吧？快点给我抓住他们！是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哎呦，飞起来了！飞起来了！下来！飞起来了！你看，飞得那么高啊！还不赶快放箭！我跟你说过多少遍，我要活的！要活的！喂，你说刚才怎么回事啊？我们怎么突然会飞檐走壁了呢？我也不知道，真奇怪。是不是修元哥帮忙的？一定是他。小二，上酒上菜。两位先坐啊，先坐这儿啊。哎，黄月，你是怎么出来的？是谁救你出来的？好像是3个蒙面人，为首的好像是我哥。你哥这回好像是豁出去了。
他现在人在哪儿呢？我也不知道他现在是吉是凶。皇上驾到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都平身吧。谢万岁！朱大祥在吗？微臣在。你有没有将朕的旨意传给那和尚啊？回皇上，微臣昨天已经一字不漏地将皇上的旨意原原本本的都传给了那和尚。既然朱大人已将皇上的旨意一字不漏的原原本本的传达给了那和尚，他为何到现在还没有到啊？回相爷，那和尚生性狂妄，目无王法，一贯无尊无长，历来是骚扰地方，目无朝纲。似这等和尚呢，是爱吃肉，敢喝酒，不打坐，不诵经，不修不戒，不……他是释家弟子，不修不戒，自有佛门规矩管束他。是。回皇上，老臣以为，似这等迟迟不来，那就是抗旨不遵，那就是目无君王。长此以往，必将影响民风，殃及朝廷，甚至危及我大宋江山社稷。秦爱卿，此言重矣。等那和尚来了吧，是罪非罪，再行定夺。还是皇上有大度啊！相爷，那和尚来了。哎呦，你这和尚好大胆呐！你怎么现在才来呀？你看看，这满朝的文武大臣都站在这儿等你。咱们的皇上也坐在这儿等你半天了。你知道你犯了什么大罪了吗？哎呦，朱大人，你说的也太严重了吧！皇上，贫僧无罪啊，贫僧不知道时间，朱大人没告诉我时间，我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叫早，什么时候叫迟呢？你胡说！本官怎么没告诉你时间呢？你就是没说。皇上，本官告诉他皇上的旨意，让他务必走在鸡的前头。对，你这么说，贫僧就是没错呀。怎么没错了？那鸡早就报晓了。你说你走在鸡前头还是走鸡后头啊？来，朱大人，看这个，看这个啊！哎呀，这是什么？哇！鸡啊！皇上您看看，您看见了吧？啊，贫僧的确没有抗旨吧？贫僧确实是赶在了鸡的前头。哎呀，皇上，给朕闭嘴！朕还有一条旨意，让你走路来，还不能走。也就是说，你要步行前来，还不能步行前来。和尚，你是怎么来的？皇上，请看啊！驾，护驾！皇上，您看看，这是不是既走路又没走路啊？哎，人家说2条腿没有4条腿走得快，4条腿没有5条腿走得快啊！等等，那皇上还有另外一条旨意呢。是既送礼又不能送礼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。这回我看你这和尚还耍什么滑头？既送礼又不能送礼，这岂不是岂有此理吗？皇上，这大胆！你敢说皇上的圣旨是岂有此理？皇上，你说你……朱爱卿稍安勿躁，且看他这回如何对答。说，
皇上，请看，这是一只好鸟，它的名字叫天鸠，专门吃蝗虫的。贫僧把它作为觐见皇上之礼送给皇上，希望它祝皇上造福天下苍生。皇上有旨，这礼既不能送，也不能不送。也就是说，你既不能不送，也不能送。可是你手上拿着天鸠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是送给皇上还是不送给皇上啊？哼，我告诉你，疯和尚，你是送也是抗旨，不送也是抗旨。相爷。哎，这算不算既送了又没送？你说我没送礼，我送了，皇上，我送给你一只天鸠了吧？刚才大家都看见了，对不对？你说我送礼了，它飞了，这就是既送礼又没送。大胆和尚，你怎么有这么多歪理呀？你朱大人，这世上的歪理本来就很多，咱们就拿常常说的赈灾这2个字来说，那不是既不能不赈，又不能真赈吗？你这什么意思啊？你把话说清楚。贫僧的意思是说，咱们大宋朝常常会有一些灾荒，但这不是大宋朝的责任。每个朝代都会有灾荒嘛，朝廷为了救济小民百姓，经常会从国库里拨一些银两或粮食，但据听说，这些银两和粮食还没有到百姓手里就没了，至少是大半部分，去哪儿了？对不对？你说他赈了吗？他赈了，真赈了吗？没赈，这不就是既赈又不赈吗？朕听说你叫道济和尚，你知道朕为什么让你上殿见驾吗？皇上，贫僧这个愚笨，不知。昨日在丞相府，朕的镇库之宝笔阵图变成了蝗虫图了。朕知道一定是你耍手段。你既然能耍手段，想必是有隐情吧？皇上您相信贫僧吗？古语说得好，小隐隐于深山，大隐隐于闹市。小师傅举止不俗，来如疏忽，是去于必渺然。哼，必是高人呐！皇上您看您把这高帽子往贫僧头上一戴，贫僧我还真只有知无不言了啊！有话请讲吧。皇上，贫僧听说杭、嘉、湖一带大闹蝗灾已有多时。田里被蝗虫落的是密密麻麻，庄稼被蝗虫啃的是七零八碎。白天他们是铺天盖地，晚上他们是喳喳有声。他们是吃完了这片跑那片，吃完了那片跑这片，现在收成已经受到了巨大的影响。秦爱卿，臣在。真有此事吗？启禀皇上，出家人身在佛门，跳出3界，本不以俗物为重，又岂知农家之事？这和尚分明是信口雌黄，故意刁难当朝官员。谁不知我大宋南迁以来，杭州城数十万参差人家，是家家笙歌，户户太平啊！我问的是蝗虫之事。依你说来，这杭嘉湖并无灾情吧？皇上，那里有几只蝗虫，那是肯定的。至于蝗灾嘛，这个和尚言过其实。是啊。和尚，你何以知道灾情严重啊？回皇上，据这只驴宝宝的主人告诉贫僧，今年麦子的收成只有2成左右，玉米和豆子都是3成，而高粱嘛，只有1成左右。这2成加3成加3成加1成，这不是9成的收成吗？对啊。对于庄稼人来说，这9成的收成还不满足吗？你说什么？这倒也是。这9成的收成，虽然不能说是丰收，但也是个不错的年景啊。哎呦，皇上，您真是英明啊！贫僧我都活了275岁了，我第一次听见有人说这样的收成还不算坏收成。嘿呦，你人不大，口气不小，你活了多大岁数啊？275岁啊。275岁，你当着满朝文武说你活了275岁，你就不怕犯下欺君之罪吗？朱大人，你别老拿欺君之罪来吓唬我好吗？我没有欺君啊！你看啊，我爸爸今年50，
我妈妈今年50，我爷爷今年80，我奶奶今年70，加上我25岁，那不正好是275岁吗？啊！哎呦，能把你爷爷、你奶奶、你爹、你娘的年龄加在一起算吗？哦，原来年龄不能加在一起算的。那当然了。那收成能不能加在一起算呢？肃静！大殿之上，当着皇上的面嘻嘻哈哈，成何体统啊！秦爱卿，臣在。你看，这君以民为重，民以食为天。如果真的闹荒，爱卿啊，这……皇上所言极是。臣以为，仅凭一个和尚的一面之词，尚不足为凭。臣当就此事即刻展开调查。若没有蝗灾，那就要重重地惩办这个和尚，办他一个危言耸听、唯恐天下不乱之罪，也不足为过呀，皇上。相爷，那如果确有蝗灾，而且还在继续，又而且已经闹了饥荒，再而且已经有了饥民流离失所，那又该如何处置啊？如果真是这样，我们大宋朝上有皇上，下有满朝文武，也用不着你这个破和尚瞎操心。不，如果真是这样，那我秦桧当倾其所有救助灾民。秦爱卿，真是忠心可嘉呀！谢皇上夸奖。这人呢？人呢？这和尚哪儿去了？啊？哪儿去了？回皇上，那和尚他一贯是疯疯癫癫，他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不知礼数，也不懂得什么规矩。是啊，是啊。可朕没见他退出啊，莫非他真有隐身之术？哎呀，回皇上，他会有什么隐身之术啊？只不过是一点障眼法，会变一点小戏法，仅此而已。您千万别在意。朕倒觉得他蛮可爱的。退朝吧。恭送皇上。哎呀！抽他！抽！给我使劲的抽他！相府的人比咱衙门的人还要心狠手辣。完了完了完了！估计进得来，出不去了，出不去了！嘿！老大，老大，老大，老大！进去！老大，老大，你不要紧吧？啊，你没事吧，老大？没事吧？没事。好。老大，没事。那和尚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，他偏要在皇上面前说，说什么蝗虫啊，什么灾年呐，什么难民呐，什么什么，他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他这是瞎搅和。那和尚也有几分能耐呀。他能有多大能耐呀？他只不过是灵隐寺的一个普通和尚，而且是一个疯疯癫癫的和尚。怕是没有那么简单吧？相爷，你不说咱们要下乡去调查吗？调查什么呀？蝗虫啊！调查蝗虫干什么？你不是说要调查的吗？哎呀，我那是说给皇上听的。那皇上要是认真下来，他非要问结果怎么办呢？结果啊，结果不就在你和我的手里头吗？在相爷和我的……哎呦，我明白了，相爷您的意思我明白了，您的意思是……好，行了，不用说了，不用说出来。你要明白了就抓紧去办，看你是真明白还是假明白。真明白了，真明白了就去办。那下官告辞了。去。哎，这官是怎么当的呀？可怜我，有点吃的吧。可怜，去！哎呀！可怜，大爷吧！哎呦，可怜我们吧！哎呦，别抢，这我了！
别急，我知道急什么。施粥啦，施粥啦！来，哎，多给你加点，哎，多给你来施粥啦！哎，来，哎，吃完还有啊，吃完还有，来，加一个，施主，来，哎，好，哎，施粥啦啊，吃完还有，来，施粥啦，吃完再来啊，谢谢师傅，吃完再来啊，有啊，有很多啊，吃完再来，哎，来，哎，好。秋元哥，原来你在这儿呢！来，钱施主来的正好啊！来，钱施主，下一位。不要！秋元哥就是心善，吃完再来啊！我帮你忙。啊，好，下一个。哎，来，我的。下一个。师傅，哎，再来点。再给我盛一碗。下一个。谢了，小师傅。端好了啊，钱施主，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？哦，我去那边有点事儿，你帮我看着摊子行吗？好啊，谢谢。哎，师哥，我去那边办点事儿，马上就回来。啊，好，你去吧，谢谢。来下一个。黄捕头怎么不来站班？黄捕头他怎么不出来站班呢？黄捕头一贯目无尊上，本老爷聚众议事。别人都来，怎么就偏偏他不来呀？哦，是他捕头的捕案重要，还是我老爷的公事重要啊？老爷，就他一个捕头。老爷，怎么了？黄捕头被捕了。什么？他一个捕头被人给捕了？谁这么大的胆子？他是咱们堂堂临安府的捕头啊！哎呀，捕了他的是相爷府。相爷府？哎呦，他这么点的捕头敢跟相爷府较劲？哎呀，听说他夜袭相爷府啊！这厮吃了豹子胆了。你赶紧告知相爷府，他已经早不是咱们临安府的捕头了。哎呀，老爷，这捕头是上面任命的，我们想要开除，也得让上面知道啊。哎呀，烦死了！这事以后再说。老爷，来，你们都过来。今天有一件事，你们要赶紧去办。不管是捕房的还是站班的，不管是弓箭手还是马快。你们都去办一件事情，什么事情？就是把天下最大的麦穗儿、最大的稻头、最大的高粱、最大的玉米棒、最大的南瓜、最大的红薯等，凡是庄稼地里长出来的，大的、超大的，通通给本老爷弄回来，越多越好，是越大越好啊！要那干啥？摆个样子？这不是你问的问题。怎么弄回来啊？是买是要还是抢啊？这是你的事儿了。这年头，别说大个的了，就连小的都难找啊！不难找，找你干什么呀？不管难找不难找，通通给本老爷都弄回来。好。瞅你们一个个这牢骚的样子，你们要怨要急要恨，就去恨灵隐寺那个疯癫的和尚，都是他闯的祸，都是他惹的麻烦。